白菜是秋冬季节最主要的蔬菜之一，是百姓餐桌上最寻常不过的菜品。但是说起营养成分、食疗效果，可一点都不普通。因此，白菜也受到了人们最广泛的喜爱。可是吃来吃去，您是否也苦于白菜那些单调的烹饪方法呢？别发愁，刘大厨为您带来新菜品，让您餐桌上的白菜告别单调，告别乏味。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马上进入的是本周当家菜。干锅白菜的原料有白菜、五花肉、辣椒、蒜苗、大蒜。白菜呢，在这边今天选择的是胶州大白菜。我跟它很熟，因为呢，青岛人、山东人呢经常吃它，人们都喜欢它那种甜甜的味道。那大厨一般这个胶东的白菜，这个胶州白菜比较适合烹调什么样的菜品？包括炖，炖的、煎、扒都可以。包括腌、拌、生吃都可以，很多是那个方法，很多吃法。而且我感觉这个白菜哈，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挑它的时候，会喜欢这个白菜呢捏起来很厚实的那种。那有没有一些白菜的挑选方法？大叔教给大家。那白菜吧，你要是想摁子的，结实不结实？按就是它里面是不是空心的？对，这个感觉很壮实，里面一层又一层的。你再扒开它绑了，看看里边是不是有黑点？有黑点的代表是有虫子吗？还是？它是有，就是要不就是用药的时候，过量了，或者导致这有黑点，在这运输当中时间过长，出现一些问题了。发霉了，它就出现这种黑点，它就看看里面，扒开看看有没有黑点儿。还有什么方法？再看它的这个白菜颜色吧，就是浅绿、碧绿的颜色。碧绿的颜色。摸起来了哈，很柔软。再看它的根儿不要有腐烂的地方。根儿呢要保持完整，而且呢根儿也要保持它的新鲜，不能腐败。是不是？根儿一旦腐败，你这个白菜吧，它就不好保存了。那你看，其实选择一个好的白菜，就是看看怎么吃它了。平时我们呢，一般会把这个白菜的外面这个帮呢，用来做醋溜白菜，尤其是这个位置做醋溜白菜很好吃，是不是大叔？对，这个白菜水分足。没错。那我们的叶儿一般适合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炖、炒、炖和炒。然后芯儿适合拌、凉拌，或者生吃，或者做干锅白菜。好，咱这个芯儿给它扒出来。今天去料就去芯这一块。今天这个白菜够壮硕的，很大一颗。这个季节我们的本周大家菜选择是白菜，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1周之内，在这个冬天秋天的时候，您家里肯定能吃上那么2顿至3顿的白菜，是不是？可总是那几种，感觉单调。那今天呢，就教你一种特色的这种干锅白菜。其实刚才看大师切的时候呢，它有点像这个花朵绽放的过程，好像是白菜开花了。对，咱这么切的方法是保持它的水分，保持它的纤维，因为这个白菜吧是这么上长嘛，它要这么切了，它的纤维不给它切断了，切断了以后了，它容易水分出去了，口感也不好了。没错，就不错。咱要保持它的口感，还要保持它的营养。而且这么一扒开之后呢，白菜就是很容易取下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您在家里一定要记得，这个白菜都怎么切，大厨？白菜竖着切，能切就是最好是手背，不能是就是绑的地方了，就要竖着切。不要这样顶到切，它的营养流失太大了。现在我们的白菜芯呢取出来了，接下来看看大厨怎么给它切。你看也是这么竖着切，咱要切成那种丝儿，是不是？咱这道菜其实你看我们在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点被吓到，因为要切出这么大的量。但是白菜呢，在锅中只要一加热之后呢，就会有点蔫儿，所以说你呢一定要控制好量。那这么多量，其实也不见得很多，一会儿出来一可能也就1盘菜，是不是大叔？对。好，白菜切好了，来开始点火，来点油。这个油的量要很多吗？不要太多，因为它还有肉还有肉，肉它也出油，五花肉一块要出油的。今天我们用的油是健康新时代的给您重点推荐的胡姬花古法小榨的花生油。这种油呢是用古代的一种压榨花生油的方式出来的油呢，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而且呢吃起来的时候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建议在家里试一试。好，加入五花肉，来点五花肉下去。大蒜咱是选择了吧拍开的大蒜是吧？咱这个蒜拍的和我们切片的有不一样吗？拍开大蒜吧，它这个蒜汁儿这个容易融到这个油里边，容易一些。这不咱口比较多嘛。我们一般的话把它拍散了，
那我们直接切片不是容易？切片不行，切片吧哈。这个蒜的汁液更容易出来一些，用到肉里边。那我们一般的话，做什么菜品适合把这个蒜拍成这样？咱要是这个，就像这个要这口感的快炒的，快炒的蒜味浓的，哎呦，快炒的蒜味浓的那种，再给它拍一拍。因为它这个断面是不规则的，所以它接触油的面积是更大的，所以蒜的味道溶出来就更多。这时候也算是熬这个蒜油的过程，是。把五花肉下进去，来回的翻炒一下。大叔，咱这个加五花肉之所以的目的是，它这个白菜吧有一股那个涩的味道嘛。没错。咱去除它的味道，增香。在我是观察，我在家里做白菜的时候呢，如果不放一些肉，或者说油放的少了，不好吃。这个白菜吸油，包括在咱拌白菜的时候，你要是放油少也不好。包括我们在这拌白菜，油泼的时候，油泼辣子，然后直接跟它拌的时候呢，也是要来点油的。对，很好吃。今天啊，我们这边呢，锅中把五花肉给它煸香一下，把大蒜放进去。我们这个姜和葱不需要放吗？一会儿再放，放了早了吧，它就糊了。对，今天我们的姜和葱呢是用小的这种片，然后我们这个大蒜呢，之前放进去，先让这个蒜的这个味道充分融到油里边以后，咱再放葱、姜。辣椒还有用干辣椒、鲜辣椒配在一起。对，大叔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用一种干辣椒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这个鲜辣椒来补充呢？干辣椒吧，觉得它一炒吧出来干香味，香辣味。这个呢，出它的那个就是那个烈辣。烈就是它呢负责底味，给它底味来一点辣，而我们这边鲜辣椒是给它提到一个辛辣的程度。这道菜应该很劲爆。葱姜放以后，葱姜炒差不多再放干辣椒。我觉得干辣椒要最后放。其实我早饭也可以，我在家里会经常早饭。因为干辣椒吧，它水分最少的是干辣椒，没有水分几乎。你放一多了吧，它就糊了。但是感觉干辣椒早放进去会那种辣的味道，对啊，更浓啊。但你知道我经常会早放之后呢，它会炒黑了。黑了，就炒黑了。咱这把葱蒜什么都好了，再放干辣椒放进去。五花肉现在已经变得差不多。五花肉已经变黄了，这辣椒了也开始放成黄色。放进去了，现在我们放入白菜，放入我们的主角。一起放吗？不要一块放，一块放吧，它这个白菜先炒再放，拌均匀了。如果一起放的话，它可能做的不均匀。收拾不均匀，这锅也小了吧，它就容易出来。这时候火力用很大的火。大火炒上。做干锅白菜，或者是我们平时在家炒白菜的时候。最好啊，我感觉都用大火。对，为什么呢？大厨？快炒吧，保持它的口感。咱这个干锅白菜吧，要炒的脆。脆而不生还不能生。不能生。生了也不好吃。没错。其实你看，大厨这分了几次哈，把白菜放进去。对。这边我们做的干锅白菜，我觉得好，现在炒的呢，有一点的辣味已经扑向我的鼻子里了。但我在想，咱这边这些辣椒是不是该放进去了？咱先要调味。先调味再放辣椒。可是。来点盐。行，您先放，先来一点盐。可是我们这边辣椒不放进去，一会儿还来得及把辣味。最后再放，要出来那种辛辣味。就要出那种。咱放的早了吧，就没有那种辛辣味了。点睛之笔，这边有一个盐，最后一招哈，来点，稍微来点白糖。因为这个太辣了吧，柔和它的味道，用白糖来柔和它，不要。那我们这边这个盐和这个我们这个糖的量都是小勺的。咱这普通1份量吧哈，就是用5克左右够了。咱再来点美极鲜酱油。酱油多少？1汤匙的。这个得15克左右。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白菜哈，我们一般吃的时候呢，不太喜欢看它太清淡的样子，都喜欢来点酱油。我们这个1片酱油主要是给它增鲜，也算给它来一点点红色的颜色。鲜辣椒，青蒜苗，青的蒜苗，加蒜苗的目的调味，融合它味道，调一下它颜色。用点韭菜也行，是不是能提味的？韭菜它是跟那个白菜的味儿它不大对，包饺子可以，那我们来点蒜苗是最好的。来点蒜苗，来点辣椒油。哇，我喜欢辣子味，很劲爆。底部呢有干辣椒，然后我们用一点鲜辣椒画龙点睛之笔，最后淋上一点点，使它的颜色包括整体的味型又那么辣上1度。这个洋葱呢，给它一加热啊，真的很快的滋滋啦啦开始香味也出来了。然后呢，我看是不是需要再加点油之类的？可以在这个为了防它糊底吧，咱稍微点点油。来点油，来点辣椒油就行了。来点辣椒油，红油。
淋进去。这道菜又给它的辣的味型又提上了一度。OK， 咱就开始装盘了啊，倒进去，直接放进去就行。哎，那我们如果是想防止它的水分太多的话，咱就可以用勺子盛出来之后，把这汤留在我们原来的锅中。不要这个汤很香啊，越烤越香，干锅越烤干，它才香。要把这个汤饭一定要让它烤出来。哎，对。记住，底部呢是用洋葱来做底的，别忘了，如果说没有这洋葱，可能底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白菜就跟这个锅完美的零距离接触了，这就容易糊锅了，是不是？对。再给它隔着。好，刘厨，咱这个要靠到大概什么程度是刚刚好的？靠到这个汁儿吧，几乎快没有了就好了。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哎，好了，基本上可以了。可以了，是不是？哎，那现在出锅。那现在可以出锅了。大概是3-5分钟左右。哎，5分钟时间就行了。3-5分钟左右，咱开始出锅。哎。好。干锅白菜，现在呢，咱们3位就为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尝一尝，好不好？好嘞。其实一说到干锅，我平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川菜，这道菜算吗？算不算川菜？它这个是湘菜、川菜的结合，川菜也有，湘菜也有干锅，但是最正宗还是湘菜干锅。很棒哎，这味道呢，好像是更多的能吃到白菜的甜味出来了。是不是因为有辣味，所以说反射出来就有点甜？白菜我觉得本身是脆而甜的，但是被牙齿轻轻划破以后，它汁液的渗出更加速了那种辣味在唇间的那种刺激。的确，这种辣味呢是用辣椒油本身那种香辣以及本来干辣椒那种辛辣在一起融合的。融合以后出来之后，但是这道菜我觉得是干锅，但是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呢。我们在酒店做这种干锅菜吧，它是白菜，它是不要炒之前它要过油。用油炸一下，把它的表面水分给它炸出来，全都炸走。哎，炸出来快炒几下就可以了。因为咱是在家庭做吧，讲究个低油饮食嘛，那就不用过油了，不用了，咱直接炒行了。那这道菜其实我觉得之所以能出来这么好的口感，对这个白菜的部位的选择是不是也很重要？关键。哎，咱这个算是白菜心儿的部分，白菜心儿的部分吃起来是脆爽脆爽的，而且还有点回甜。对，今天我们的刘大厨带来的是第一道菜干锅白菜。吃起来让我们觉得很发汗，我觉得这时候有碗米饭的话，应该是连着吃下去3碗都会觉得不过瘾。那么马上第2道菜了，也是用白菜做的，什么名字呢，大厨？炸一道萝卜白菜丸子。白菜丸子，哎，油炸白菜丸子的原料有白菜、五花肉馅儿、鸡蛋、面粉。今天这里当家的呢是白菜，白菜呢在这个季节啊，一定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因为你的餐桌中呢，3天2头就会出现一次白菜，而且呢，这白菜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吃法。一般哈，刘厨，你看我接触这个白菜帮子呀，我都很苦恼，因为白菜帮子它太粗了，对，下面比较粗糙，觉得不好吃，不好吃。也就是吃醋溜白菜的时候呢，还会觉得它是个美味。那今天我听说你要用它做丸子，对，还是白菜丸子？哎，白菜丸子是个肉丸子还是个素丸子？是个素丸子，稍微加点肉。那就是肉丸子了，是不是？那这边我们用白菜帮子的理由是什么呢？白菜吧，因为这个白菜这个帮嘛，它水分比较足，没错，水分足，然后纤维粗，脆，对，脆，它有一个脆，鲜，鲜，很鲜。那我们用它做丸子，我想说，用它做丸子，它出来那个味道，会是像萝卜丸子那种吃起来是那种软软的、暄暄，它会不会那种颗粒感很强？这个吧，这个外头是个丸子，外头是很香酥，里边是嫩鲜嫩。但是我觉得这个白菜，因为白菜帮这个水分很多，它会做的时候会不会卸掉这个丸子？不会。哎，好，那咱现在就开始跟着刘大厨做。刘大厨放喊话了，刚才我们这些质疑，通通说不可能。那好，怎么证明？用事实。咱们先来，再改个刀，来改刀。好，刘大厨把它切成丁，也是切丁。哎。大厨是出他的这个白菜的这个老套路，对，怎么切的呢？竖切，竖着切，竖着切。这个做白菜丸子嘛，咱要记住不要剁，别剁，哎，切。哎，我一般觉得这个跟馅儿有关系，我都。包括咱那些包饺子也是，也不要剁。白菜不要剁，剁的话是不是它这个汁液全部流失了？不是哦，就是说如果是新鲜白菜的话，它是不要剁的。哎，对。但是你看，它虽然说不是剁碎。但切丁呢，你也要控制住它这个大小的颗粒，对，也不能太碎，保证太碎了没有它的口感了。还要它的脆度啊，我们就是要吃的时候有这种颗粒感。哎，其实话再说回来，可能很多朋友看到就会想，这个步骤不也是横切吗？但它没有办法，想把它变成丁状，必须得横切。但如果说你2次都用横切的方式，可能水分就通通都走失掉了。这个方法呢，可能第一个步骤的时候你要竖着切了，
那么水分呢就会少很多，再来一点圆葱，少流失很多。接下来我们再来点圆葱。加洋葱的目的是，因为这个白菜白菜青芽味太大了，增加了肉脆爽啊。而且我们说这个白菜是菜中之王，而这个洋葱啊有蔬菜皇后的一个美称。没错，他们俩这是怎么讲？对，鸳鸯配。对，因为这个现在洋葱呢被炒得很热，就是因为它含有硒元素，抗癌防癌，而且呢它是唯一含前列腺素 A 的一种食材。那前列腺素 A 呢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降低胆固醇和降低我们的血压，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今天我们搭配这个配料的同时，也搭配了一点点香菜，对，调节它的味道，对呀，增加它的鲜味。香菜这个也是比较粗的一个香菜。其实大叔，我看你这个比例呢是白菜要多一点，对，咱要吃点缀。对，这个香菜了也有一点性了，它有它的味道，来一点点就行。哎，毕竟是调味的一种食材。好，咱接下来是不是开始我们要调馅儿？那大叔，咱这步调馅儿的时候是先把这个肉馅调好，还是说直接放在一起来调？先把肉馅调好，先把肉馅调好。先肉馅里边吧，先放上盐，要放足够的整个菜的盐分。哦，就是说你再放白菜的时候就不要放盐了。哎，这是放上盐，这个有想法吗，大叔？防止白菜。你把这个盐呢吃到这个肉里边去。肉里边这个尽量让盐少接入白菜，因为白菜水分大。不要再带走白菜的这种汁液了。哎，调好味盐、味精，再加上一点点胡椒粉，来点胡椒粉。哎，胡椒粉主要是为了也是去白菜这个。对，主要是去这个肉的味道。哎，肉跟白菜的腥味。肉呢会有点点香。咱要使劲搅，使劲搅。这时候不加料酒啊、酱油啊之类的。这个不加。哎，可是如果不加料酒的话，我总觉得豆肉馅儿它会有点奇怪，或者有点跑偏的感觉。咱有圆葱，有香菜，靠洋葱和香菜，然后就取消我们用料酒、酱油了。做丸子跟我们平时调的馅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我们说，肉中就属猪肉美，菜里唯有白菜鲜，它两个搭配起来也非常的是绝配。的确，这边我们的讲依旧是老规矩，要顺着一个方向反复的搅动。使劲搅，把这个肉搅成一个了。咱这个肉起什么作用？就起把这些东西要粘凑到一块，粘在一起。哎，对。可是想粘也可以加点蛋清之类的，或者是加点蛋然后放在一起。你加的本来这个白菜要一下水，加蛋它就成不了盖了，就更水。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看搅到什么程度，大叔？搅了吧，一成一个就是越搅越沉，越搅越沉，你就实在要把搅成一个了。还真的是一大个，越搅越沉。哎，这就可以了。哎，这个同时放进去了。别忘了哈，千万别忘了，盐呢是一次性全部加到肉里面的，而这个时候就不要加盐了，一旦加盐的话，白菜的水分就出来了。可这时候白菜不也能接触一些水分吗？它接触的毕竟是很少了，接触一点表皮肉表皮的盐，就是更多的盐分就滋进去了。哎，好，这边给它搓一搓。这时候让它融合的时候，就是手来回抓就可以。把这个肉馅跟这个白菜了，充分融合了，让这个肉馅的粘度把这个白菜再粘在一块，成一个丸子状。因为我们说这个肉类当中容易含有一些这个亚硝酸的一些成分，那它可以在体内转换成亚硝酸胺，产生一种致癌物质。那白菜当中的钼元素呢，就恰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确，它可以预防这种亚硝胺的形成和被人体的吸收。现在也可以做丸子了。好嘞。大叔，这个步骤您得慢一点，因为我相信电视机很多朋友都有过这个苦恼。您看着你操作很简单，对，你唰几下就捏出来了，可到我手里就不一样了。咱不把肉馅放手了吧？先放手里一点点。你这个在底下一挤，就是说你这个三个指头一挤，中指以及你的无名指还有小拇指往上推，它说拉过来，你这个大拇指一抿，大拇指要抿的，要抿它的光滑度，表面光滑一些，这就出来了。就是说你开始给它开个小口，来挤的时候呢，逐渐放大，出来一个大丸子，这么大一个，以后炸的时候能好成熟吗？好成熟，可以。咱这白菜多啊，对，白菜多。这道菜其实你看，肉和白菜的比例是有要求的。那一般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定的这个规律？比如说肉和白菜1:2，还是这个肉跟白菜比着吧，是这个7:3。
7:3。3分肉7分白菜，3分肉7分白菜。但是吃的是白菜的味道嘛，就是没错没错。我们大厨在这儿做丸子，但是我要提醒这个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就是在家里隔夜的白菜，还有呢就是腐烂的白菜，千万不能吃。隔夜的白菜我们家总吃，而且我喜欢吃隔夜的白菜，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对，你也喜欢。但我不是喜欢，那是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隔夜的白菜啊，还有一些腐烂的白菜，它是因为这个白菜当中含有一些是硝酸盐的成分，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呢，就可以变成亚硝酸盐。这亚硝酸盐是致癌的物质。致癌的，对对对。对，所以说是隔夜的白菜越放越酸，也是因为这个原理。所以说隔夜的白菜你千万不能吃。好，我们这边说话前大厨您都团好了啊，好了。这个手很麻的，你看一个个小丸子放在我们的盘子中，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放入油炸好。咱现在还不能炸，还不能炸。咱还有，因为这样炸吧哈，它的营养全部流失了。咱要把它裹上一层面粉保护它。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白菜水分比较多，会容易松散掉的。没错没错，大厨你这个是比较有心机的一个烹饪的手段，用这个糊来使这个白菜里面的水分锁住，使它一炸的话不至于说营养一点让它出来。给它穿上一层保护膜。大厨咱用的是面粉，用面粉。可是一般我们这个面粉可不可以用什么淀粉啊，包括什么别的粉来代替？淀粉没有面粉的口感好，用面粉是好的。你看这个，咱先把这个丸子了，放到面里边，好，滚一下，哎呦，蘸一层面粉，再来上一层蛋液，再来上蛋液，裹一层。这个蛋液就等于是给它表面上啪的一下锁住。你放在油锅炸的时候，顶多是蛋液给它炸熟了，但里面呢，它能进去热量，但进不去太多能把水分扣干的油。而且这样这个油分也不会更多的滋入这个丸子当中，更健康一些。的确。油呢，大概在几成热的时候，我们开始放入我们的丸子的。5成热的时候。5成热的时候，5成热，我觉得很难辨别。这个油吧，这个怎么辨别它吧？这个油刚开始这个油吧上里翻，是往里散的。最后上里翻以后，到了5成热的时候吧它就基本上就开始平静了。再高了以后就向外翻。就是说它是属于是2次流动中间那个点。对。第一次往里翻，准备往外翻之前，就是正好是5成热。今天我们用的油呢也非常好，给您重磅的推荐胡姬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这种油呢，因为是用古代的这种榨油的工艺，所以说出来呢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并且油盐少，吃起来对身体更有好处。好，咱们这丸子裹了一层面粉以后吧，起了一层保护的，再一小层面粉而已。再裹上层鸡蛋。好。下锅了，这时候差不多了，正好5成热。你看，因为它已经开始平静那么一小下，准备往外翻。可大厨一般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都会选择油温比较高，比如说7成8成。那我们这个是你为什么要这么低的油温去炸它呢？咱要把筋炸熟，要是油温高了吧，进去表面糊了，里边还不熟。对，这个属于是筋炸。咱先用低油温进熟了以后，再油温再升高，随着油温的升高，不断的使它里面慢慢的催熟，慢慢的受热均匀的。我们这个炸到什么程度，我们能看得出来，它好像里外都已经成熟了，大哥。像咱今天做这丸那么大吧，大概就是要炸3分钟，就3分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家里火候看不出来，最古老的方式计时，然后自己来看，3分钟左右，3分钟时间刚刚好，不能多了就老了。现在3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看到大厨这边这个丸子也炸的差不多了，因为它外面好像有点变酥，是不是？对，变成金黄色了。好了，最后吧要把油温升起来，油温高点。因为油温低了吧，它就这个油分比较大，油温一高，把这里边边这个丸子表面油给炸。在出锅之前要把这个油温调到很高，然后之后呢再把它彻底里面的油排出来一些。其实呢，元旦刚刚过，我相信这个季节呢，朋友们之间这个聚会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马上就要春节了。对。而在节日里面，能炸一个丸子放在你的餐桌上，挺洋气的一个事儿。而且感觉有气氛。对，而且有点像那个压轴大菜的那种感觉。压轴大菜，你在家里呢可以多做点丸子，然后呢一起好好的享受。关键一点的是什么？这道丸子用的是你这个冬天经常吃的一种白菜来做的，也算是旧貌换新颜。对，我们说白菜不如白菜，虽然这个白菜肉饺子我们吃过很多，但是白菜肉丸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呢。我也是第一次吃，而且在
准备过年的时候，朋友聚会，放在餐桌之上，一点白菜美食，寓意着明年财运亨通，财运滚滚，是不是？对，财运滚滚。好嘞，我们的丸子已经上桌了，现在呢，我们3个要代替你来尝一尝好了。赶快尝一尝，10个我们白菜丸子好，代表着十全十美之意。外头很酥，这就是咱们这个面粉和鸡蛋的作用。我觉得幸亏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白菜，不然这么大一个肉丸子会有点腻，炸出来之后，挺脆爽的。而且这个白菜还保持那种脆脆的，汁液还是很多的。如果这个丸子再蘸上蒜泥吃会更好。蘸点蒜泥，然后蘸着椒盐是不是也可以？椒盐也行，也行。